大家好，我是 K 君。本期视频呢，我给大家带来《天国拯救2》当中盗贼相关玩法的全攻略，让你呢从入门到精通，成为 Scarlet 道圣。首先啊，面向新手给出一个强烈的建议，请一定先去磨坊主那里做主线任务，学习开锁、扒窃以及放倒的基础操作。而这个任务最大的帮助呢，是在于它能让你在安全的环境下进行很多次的练习，并且呢能够免费获得不少撬锁器以及能用于刺杀的匕首。这里呢，我就简单带大家过一下这个任务。这是纯新手向的，老玩家们呢可以根据视频上的标签跳到后面进行观看。顺便提一下，我这里默认的各位新手是已经看过我之前的最强开局攻略视频了，所以呢就不再赘述如何获取马匹装备什么的了。好，我们首先呢来到下塞米的磨坊，就在地图上的这里，找到磨坊主，和他交谈，询问工作。Are you still looking for a helper? I am. You'll be carrying sacks of flour. 然后呢，按照他的要求，先老老实实去搬面粉。面粉呢就在这个房间进去啊，这个里面在这个位置。Bit heavy for flour. 然后呢，你需要把它搬到这个马车上。What the hell is in this thing? 一共是6袋面粉。当你搬到最后一袋的时候啊，就会进剧情。Have you got it done? 这里呢，记得把所有的对话选项都选一次。I'll help you. That's the right attitude. 聊完了以后再离开。 I'd like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art of thievery. 这之后呢，就会开启盗贼基础技能的训练任务。我们先回到刚才搬面粉的那个房间，在旁边的桌子上呢，能捡到一把匕首和4个开锁器。旁边地上的这个箱子呢，可以让你多次进行开锁练习。这里建议新手啊，一定要用这个箱子一直练到它不能再被撬锁为止，能给偷窃升很多级。Got nothing left to learn here. 之后呢，就可以去寻找一个叫做亨泽尔的人，和他对话， Greetings, how can I help? 可以学习偷窃和潜行偷袭他这里叫放倒。 Crazel said you'd teach me to pick pockets. Sure. Follow me. I know a quiet place. 同样呢，通过和他对话，也可以反复练习这2个技能。 You're good at this. Yes. 我这里也是强烈建议新手玩家，在看完我这篇攻略之后，知道那些小游戏怎么玩了以后，在这里多多练习。在磨坊主的主线任务当中呢，也会有个可选目标，可以让我们获得第1套夜行衣。地点呢就在上哲勒约夫马车夫旅馆对面的澡堂。 I heard you have some clothes here that belong to Miller Crazel. 对于纯新手而言我推荐的是直接跟澡堂老板娘花钱买下来。 That's a price fit for a king's wardrobe. 拿到钥匙之后呢，就可以合法上2楼开箱子拿取衣服了。 Damn. These are some fine thieving clothes. 如果你看了我上一个开局白捡4000金的视频在这里应该是不缺钱的。没看过的小伙伴呢，可以现在点右上角的链接，赶紧去看一看。而对于已经知道盗贼基础操作的呢，就可以选择晚上潜入，偷偷的把老板娘的钥匙给偷了。然后呢，去开箱子。也可以呢，趁白天2楼没有人的时候，直接去撬锁拿取这一套衣服。好，当我们获取了第1套夜行衣之后呢，就是时候给大家介绍一下本作当中的潜行机制了。首先是限制区域的概念。在这个游戏当中呢，有不少的区域是限制玩家进出的。这些区域呢，是你只要在里面被 NPC 发现了，就会引起警觉，并且被驱赶，甚至说会直接进入战斗。在这个游戏当中分为2种限制区域，第一种呢是蓝色区域。你在这个区域当中被 NPC 发现呢，会被进行驱赶。那么呢，你只要离开这个蓝色的限制区域就可以了，不会被记录罪名。甚至你在这种区域内拔出武器都不会立刻进入战斗。只有在你长时间逗留之后呢，如果是警卫，就会对你进行逮捕。此时如果你拔出武器那就会进入战斗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它这个驱赶的时间呢是比较长的，也就是说，即使你在里面磨磨蹭蹭跟这个人说说话，跟那个人说说话耽误时间相对长一点的也是没有关系的，只要你最后离开这个区域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去测试一下，你在里面到底要磨蹭多久，这些 NPC 才会认为你的犯罪。好，另一种呢就是红色区域，这种区域啊，是你只要在里面被 NPC 发现，就直接会被认为犯罪。如果你是在野外强盗营地的红色区域里面呢，会直接进入战斗，这些强盗直接跟你开打了。城市或者城堡当中的这种红色区域呢，则会被警卫拦停。但是呢，警卫通常有一点好，你可以跟他们投降。投降之后呢，他们会要求你支付罚金，或者呢受罚。限制区域介绍完之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潜行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标识符，就是我们屏幕正上方。在 NPC 对它的周围有所警觉的时候啊，这里呢就会显示出不同的小兔子图标啊，它们是具有各自的含义的。第一种呢是这个白色的小兔子一边走路一边张望，表示呢 NPC 已经听到了声音，正在进行搜索。不过此时呢还没有找到噪音的原因。下一个呢是白色的小兔子拿着放大镜啊，一边看一边走路。这种呢是表示 NPC 啊已经发现了违法的行为，正在查找证据。不过呢还没有发现你，还没有能把罪名推倒到你的头上。下一个呢是正在吹号的黄兔子，这个代表啊已经有目击你犯罪的人正在跑去通知警卫了。警卫呢会去到目击者最后看到你的位置来进行搜寻。接下来站立起来的黄兔子，耳朵呢是从耷拉的状态逐渐竖起来，此时呢是表示敌人已经隐约看到你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发现。兔子耳朵呢它会慢慢的竖起来，当这个兔子耳朵完全竖起来的时候啊，它就是发现你了。当 NPC 发现你之后呢，就会出现这种橙色的兔子图标啊。这个橙色图标呢分为好几种啊。第一个呢是这个橙兔子站着，然后手指指向一边，表示呢这个 NPC 已经发现你了，并且呢要求你离开当前区域。只要离开啊我们先前说过的这种限制区域就可以了。再下一种呢是站立的橙色兔子，摆出停止手势，表示呢这个 NPC 已经发现你了，并且呢需要你停下，等待对方靠近，并且进行交涉。此时如果你拔出武器啊，太长时间不做回应或者尝试逃跑，都会进入战斗。这种情况呢通常是在你身上犯了事啊，被警卫发现了，或者呢是你在红色的限制区域，然后被警卫发现啊，会进入这种状态。再下一种啊是橙色的兔子举着剑进行奔跑，这个时候啊其实你已经进入战斗了，但是呢你的敌人离你还比较远，正在追击你，没有进入短兵相接的状态啊。此时呢你已经不能够进行存档啊，不能换装备了，但是呢依然可以开背包吃东西。然后呢我们就来到最后一种啊，当这个举着剑的橙兔子追上你的时候，就是两个红色的兔子进行剑斗的图标，这个代表你已经进入了近战。此时呢不能存档，不能换装，也不能开背包了。好，在你知道这些图标都是什么含义之后呢，是时候给大家讲一下作为盗贼该如何配装了。对于盗贼的配装呢，我们首先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最重要的就是这三个属性，第一个是显眼度，然后是噪音，然后是可见性。这三个值啊对于潜行的盗贼而言都是越低越好。然后我们来一个个看一下。第一个显眼度，它影响的是敌人从警觉到完全发现你所需要的时间，显眼值越高呢，发现的越快。它的表现呢就是这个黄色的小兔子，它的耳朵从耷拉的状态到竖起来需要多长时间，你的显眼值越高呢，它竖起来的越快。通常来说啊，过于破烂和过于高贵的衣服显眼度都会很高，反而那些普普通通的市民装扮呢是显眼度比较低的。同时呢，移动的时候比不移动更加显眼，站着的时候比蹲下的时候更加显眼。这些都是面板上不会直接显示隐藏的一些数据。第二个呢是噪音，它影响的呢是敌人在多远的距离可以听到你的声音。这个是不需要他能看到你的，有比如说你在楼上干一些事情啊，潜行走来走去的，楼下有人离你很近，比如就在你脚底下，他呢就可以听见你的声音。这时候如果你的噪音等级比较高啊，他呢就可以听见你的声音。通常而言呢，像什么链甲呀、板甲呀等重型护甲，噪音呢会比较大，不适合潜行。另外需要注意的呢是你在通过灌木丛的时候，就是你走路走着走着，突然之间会卡在一丛树里面比较慢，同时呢会播放一个树枝的那种声音。这个呢就是你在通过灌木丛了。当你在通过灌木丛的时候呢，就会发出一个一次性比较大的噪音。然后在你开锁的时候呢，也是会发出噪音的，尤其是你的开锁器啊被锁头卡住，在那咔咔响的时候，会持续性的发出噪音。还有呢，就是当你的开锁器被折断的时候，会有一次很大的噪音。这一些呢，都会吸引周围的人过来查看。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属性，可见性。它呢是影响敌人能够看见你的范围。这个可见性越高啊，敌人就能从越远的地方看到你。
只要你是在限制区域里面，或者对方对你有敌意呢，看见你的时候就会出现黄兔子，准备开始竖起耳朵了。黑色的衣服呢，一般会拥有比较低的可见性，亮色衣服和金属盔甲的可见性会很高。当我们了解这些机制之后呢，就可以开始为我们的偷盗进行准备了。除了夜行衣、一些撬锁工具之外呢，最好呢还准备上一些夜莺药水。因为呢晚上啊是绝大多数 NPC 睡觉的时候，也是呢你最好进行偷盗的时间。当然了，作为盗圣你是不可能打着火把干活的，所以呢为了提升夜间的可见度啊，以及让你的游戏体验啊不要那么糟糕，夜莺药水呢还是很有必要的。另外呢就是多准备一些旧尸干酒，在扒窃之前啊随手进行保存是非常有帮助的。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呢是在你潜行过程中，如果打开了房门，那么一定要记得随手再关上，因为啊，当 NPC 看到本不该开启的房门时，会过去查看，从而脱离既定的巡逻路线，可能会给你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如果你已经找回了狗子呆呆，在潜行进村之前啊，一定要记得让它原地待着，因为 NPC 呢看到它出现在限制区域的时候，会进行驱赶。如果它是跟着你的啊，那就连你一起都发现了。而如果你在训犬中学习了吠叫这个技能，那还可以利用狗子来转移 NPC 的注意力，帮助你的潜入行动。当一切准备妥当，就可以开始给大家讲解一下盗贼相关的小游戏了。首先呢是扒窃小游戏，在你进行扒窃之前有几个注意事项，跟现实生活中一样，你不要在有别人能看见你的时候进行扒窃，这个呢叫被抓现行，直接罪名就记在你头上了啊！以后你随时回到这个村子都会被警卫拦停，要求你支付罚款或者受罚。然后呢，怎么样才可以开始进行扒窃的这个小游戏？它呢就是要求你的准心啊一定要对准别人的腰间。需要留意的呢是，一般 NPC 都会在腰间有2个包，背后呢会有个大包，前面呢会有个小包。The front one holds keys, coin, and other small items. And the rest is in the back. Exactly. 这时候你进行扒窃呢，瞄准的是哪一个包的道具啊，会优先出现在你的扒窃窗口当中啊，并不是说你瞄准后面的包，前面包里的东西就完全偷不到啊，它其实也是可以偷到的，但你要先把后面包里的道具偷光了，它前面的那些道具才会出现。这个呢是一个小技巧，需要注意一下。然后呢，就是在你的准心对准别人腰间之后啊，注意看右下角的提示。如果没有出现扒窃提示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进行扒窃的，一定要等那个按键提示出现，并且呢长按这个互动按键才可以进入扒窃。这里默认按键呢在键盘上是1键，在手柄上呢则是 A 键。当你长按互动键进入扒窃之后啊，这里记住千万不要立刻松开这个按键。很多新手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呢，看我进入扒窃状态了，我就松手不按这个按键啊，那你立刻就退出了，搞得一脸懵逼。怎么不扒窃呢？怎么那个图标闪一下就没有了啊？这个一定要注意，你长按进入扒窃之后不要松开按键，继续按着，因为此时啊你是刚刚进入扒窃小游戏的第1阶段，摸索阶段。在这个阶段啊，你其实是需要持续按住按键，让图标中心的数字尽量的往上涨。这个呢是你之后在实际进行偷窃的时候你能拥有的时间。比如它显示个5，你后面就有5秒的时间进行偷窃。然后需要注意的点呢，就是这个数字的背景呢会有一个红色的亮度，这个背景的红色越亮呢，就代表越容易被对方发现。这个虽然是一个概率问题，但是当它红到一定程度啊，是100%会被发现的。所以这里就要做好一个平衡，决定什么时候应该松开，同时呢也要争取拿到更多的盗窃时间。这里有一个额外需要注意的是呢，当你刚刚进入摸索阶段前2秒的时候呢，它中间这个红色是很亮的，这个时候不要担心啊，你在前2秒是不会被发现的。大家可以看这个图标外围的黄色进度条啊，这个进度条的框上呢其实是有一个坎儿的，只有当你的进度条越过这个坎之后，它的背景色在这个时候呢才是真正的代表着对方的警觉度。所以各位新手一定要注意啊，不要一看见它红就特别的害怕啊，赶紧松手，那就扒窃失败了。对于新手呢，依然还是推荐啊，去在半夜偷睡着的人，他们的警觉度非常低。你在这一阶段呢，通常都能积攒到非常长的时间。好，当我们成功在摸索阶段积攒到了偷盗时间之后呢，我们松开按键就会进入盗窃阶段。此时呢，对方的口袋界面就会打开，显示出呢可以偷盗的物品。这些问号啊，代表你还不知道那是什么道具。在偷盗之前呢，你还需要点击它进行查看。在这里呢，你的偷窃等级越高，
一开始呢就可以有越多的道具直接显示出来，而不是问号。当然了，在前期大家还是新手的时候呢，肯定啊你一打开背包里面全是问号。除了这些道具呢，在口袋界面的外圈也是有一个进度条的倒计时，这个呢就是你在上一个阶段啊积攒的时间。那么在这个阶段当中呢，你需要使用左右按键来选取格子，在键盘上呢是 A 键和 D 键，手柄呢则是十字键的左右键或者呢是左摇杆。当你把选框移到问号格子的时候呢，要按确认键就可以进行物品查看。这个呢在键盘上是1键，手柄呢为 A 键。界面的中央会显示物品的价值，这个呢在偷钱的时候比较有用啊，不要偷到一个很少的一叠钱。好，当这个物品已经完全显示出来以后呢，你的光标在上面啊，才可以按这个确认按键进行偷窃。需要注意的是，盗窃物品的时候啊，倒计时会进行进一步的减少。你把光标停在道具上，然后看倒计时环上红色的部分啊，就是你偷这个物品需要消耗多少时间了。当你点击确认之后呢，这个被成功盗窃的物品呢就会变成金色背景啊。但是此时还没完啊，你虽然偷到了道具，但是想要不被发现，你就必须在倒计时结束之前把选框重新回到最上方的木门图标这里啊，这才是代表你的手啊在偷到了道具之后，在别人反应过来之前及时抽出了对方的口袋，没留在别人的包里。所以呢，一定要记得把这个图标最后一定要移回到木门这里啊，这样子呢才算是完成了一次成功的盗窃。在这个盗窃阶段啊，需要注意的是呢，你的选框移动啊、揭示道具啊等等过程啊，都是比较耗时间的，大家可以看一下，非常的慢。而且呢，揭示出来的这个道具呢，只有很短的窗口期可以让你进行盗窃啊。你要是没偷它，过一会儿呢，很快就会关闭了，你要重新进行揭示，就会浪费时间。所以啊，在这个阶段一定要计划好时间，就算是偷不到东西啊，也要在倒计时结束之前把这个光标移回到木门的位置，这样子呢，至少要保证啊自己不被别人抓住。毕竟呢，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不要被别人抓住，你还可以再偷一次。再一个呢，就是即使是睡着的人啊，如果你一直对他进行扒窃，次数多了呢，就会越来越容易在第一阶段啊，就是这个摸索阶段的时候呢就被发现，甚至呢最后你一下手直接就会被发现啊。接下来呢，介绍几个对扒窃比较有用的天赋。第一个呢是绝世巧手，它能让我们在摸索阶段加快时间的积累速度。然后呢是遁去如飞，它呢可以帮我们在扒窃的第二阶段抵挡一次被发现，是非常有用的，相当于一个3分钟冷却的免死金牌。但是一定要注意啊，它在第一阶段的时候，也就是积累时间的时候呢，是不能生效的。再一个呢是走私小贩，它可以让你放在背包当中的赃物啊，加快脱离被盗的状态。以上呢就是关于扒窃小游戏该如何玩的介绍。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开锁小游戏。你呢，只要身上有开锁器啊，就可以对这些锁住的箱子或者是门进行开锁。这个游戏当中呢，开锁小游戏非常的不一样，不过呢，个人感觉还是蛮好玩的。尤其呢是使用手柄操作啊，那个手感非常的棒。那么最重要的呢是你的偷窃等级，它呢和你能开的锁啊息息相关。有的时候呢，在你尝试开锁的时候，它会告诉你啊，这个锁对你来说太困难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去尝试了，直接退出。因为绝大多数情况呢，你只能冒着被别人发现的风险来浪费你的撬锁器。所以呢，当你的偷窃等级还比较低的时候呢，只推荐啊去选择非常简单以及简单的这些锁去撬。然后呢，当我们进入开锁小游戏之后啊，可以先看一下这个锁环，它呢分为内外2圈，内圈的锁环边缘呢会有一个小小的凸起，在开锁的时候呢，内圈会转动啊，你的最终目的呢就是把这个小凸起转到正上方外环凹陷的地方，这个呢就算是开锁成功了。然后呢，开锁第一步是用你的鼠标或者是右摇杆进行移动啊，移动这一个开锁小球，用它呀找到正确的开锁区域。这个撬锁小球呢，在离正确区域越近的时候呢，就会越大；在处于正确开锁区域的内部时候呢，就会变成金色。当你越处于这个区域正中心位置的时候呢，它这个金色球呢也会越大。此时呢，你需要记住这个区域啊和周边锁环结构的相对位置，这非常重要。然后呢，就来到我们的第二步，你呢需要在保持这个开锁小球在正确位置的情况下呢，按下转动锁盘的按键。这个在键盘上呢是 D 键，在手柄上呢是 LT 键。当你按下这个按键之后呢，才会开始开锁。锁环的内圈呢会开始尝试转动啊，注意它不是一定转动的，只有在你的开锁小球处于开锁区域，也就是它是金色的时候呢，这个锁环才会转动。
然后当你的这个小球是灰色的时候啊，就是离开了那个相对区域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个卡壳的状态。这个时候你会听见啊，它后面有咔咔声响，你的撬锁器呢耐久会不断的减少，并且呢发出噪音。然后呢，如果你撬锁器的耐久耗完了，它就会断裂。断裂的时候会发出一个很大的噪音，并且呢你的撬锁进度清零啊，需要重新转这个内环。所以呢，在转动锁环的阶段，你需要继续使用鼠标或者是手柄的右摇杆移动开锁小球，把它放到正确位置。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呢，这个开锁正确区域啊，也会随着内环一起转动。这就是之前为什么叫大家一定要记住它的相对位置。在这个阶段呢，如果你松开了转动锁盘的按键啊，也就是 LT 或者是键盘上的低键呢，同样也是会让撬锁的进度清零，你需要重新转动整个锁环。但是呢，可以保住你的撬锁器啊，它不会断。在这里呢，值得注意的是啊，当你的偷窃技能等级比较低的时候呢，开锁小球它会抖动，它的抖动幅度也是比较大的，它那个正确的开锁区域它会比较小啊，这就会难上加难。并且呢，越高级的锁啊，你对于内环所需要转动的角度就越大。大家这里也可以看一下不同难度的锁，它锁环的区别。以上呢就是关于开锁小游戏的机制介绍。当然了，听我这么一通说啊，都不如自己多去试一试。开锁这个小游戏是非常讲究经验和手感的，大家呢还是要多去自己尝试一下，才能找到最好的感觉啊，可以开锁越来越顺。好，接下来呢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能一人杀穿整个军营的盗圣神操作——潜行放倒或者刺杀。在本作当中呢，潜行偷袭比前作难度更高了。因为成功率不是100%了，敌人是有概率进行反击的。这里呢，先要给新手2个重要的提醒。第一个是一定要蹲下，站着呢是无法执行这个操作的。第二呢，就是在潜行偷袭的时候呢，不要离对方太近，一定要控制好距离。注意看右下角的按键提示，只要出现勒晕或者刺杀的按键提示时，就不要再继续靠近了，不然呢，极大概率会被别人听到噪音，从而被人发现。然后呢，还有一些小的设定啊，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偷袭坐着的人和睡觉的人呢，是一定会成功的。出现攻击提示时，按与不按攻击按键呢，区别只是在于被袭击的人会发出多大的噪音。但袭击站着的人就不一样了，不光是要在攻击提示出现的时候及时按下攻击键，还需要注意一下对方的动画。当出现对方反抗动画的时候，一定要紧盯屏幕，一出现盾牌图标就立刻按下防御键来进行反制，不然呢偷袭就会失败。这个盾牌图标出现以后，你的操作窗口时间啊，一开始是非常短的，但是呢会随着你潜行技能的等级提升而逐渐延长。如果你要进行刺杀而不是简单的勒晕呢，你就会需要装备一个匕首。然后呢，在进行偷袭的时候，不是点击防御键啊，那个是进行放倒，你呢会需要按住防御键来进行刺杀。好，在大家掌握了上面所有技巧之后，相信已经可以在游戏中想偷什么偷什么了。但偷来的道具如何销赃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把赃物呢分成2类。第一种呢是卖钱的赃物，愿意收购赃物的商人呢不多，而且啊，现在游戏貌似还有 bug， 连销赃者白胡子他都不收赃物。所以呢，我们要么就去下塞米磨坊把赃物卖给磨坊主，他呀都是收的。要么呢，就是尝试把赃物混在正常的道具里面一起卖，这样子呢，商人不会发现。需要注意一下，你赃物的售卖价格在总售卖价格当中占有的比例不能太高，不然的话，商人还是会发现啊，这里面有赃物。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呢，是不同的商人愿意收购的道具也不同。比如裁缝呢，就只会从你那里买布衣；铁匠呢，就只买武器和盔甲。但是财宝类的道具，像什么金杯之类的，貌似什么商人呢都愿意收。然后呢 Trotsky 地区有几个商人是任何物品都收的，比如说初始村庄 Troskowitz 这里的商人，游民营地的犹太商人和销赃者白胡子，以及先前提到的下塞米磨坊主。当然了，直接售卖赃物呢会比较麻烦，所以可以参考下一条，等待赃物的被盗属性消失后再进行贩卖。那么我们进入下一条，你偷来准备自用的赃物要怎么处理呢？
首先啊，你可以把它们存进仓库箱子里，通常呢过个几天，赃物的标记就会消失。越贵的道具啊，消除时间需要越久。我从古勒斯身上偷的意大利头盔，在我包里躺了7、8天啊，才消除赃物标记。那么这个仓库箱子在哪里呢？很多新手是不了解的，这里给大家罗列一下。你在主线任务当中，去到夏塞米磨坊和塔霍夫铁匠铺以后，跟磨坊主和铁匠交谈，替他们工作，他们呢就会给你安排住宿的床位。在你的床位边上就会有个直接能打开的箱子，这个呀就是你的仓库箱子，它是一个次元箱子，意思呢就是无论你在游戏中什么地方打开它，它里面的道具都是共享的。比如你在磨坊主那里打开它，放了一个匕首进去，然后跑去塔霍夫开箱子，一样呢能把那个匕首拿出来。除了这2个主线床铺之外呢，在哲勒约夫马车夫旅店租下房间，也同样可以拥有这个箱子。同时提一下，这间旅店的床铺和房间呢，是整个 Trotsky 地区最好的居所，并且你只需要选择长租，花费100块左右，就可以永久拥有这个房间。好，我们回到销赃的话题。除了等待道具自己慢慢洗白啊，你如果手头比较有钱，也可以呢，先把赃物卖给商人，然后再重金买回来。此时道具就不再是赃物了。然后啊，等到晚上去偷了赎税中商人的钥匙，再摸去他存商店物资的箱子啊，直接开箱拿钱，成为真正的盗圣，让全游戏的商人都成为你的临时储钱罐。好，那么有的时候呢，你可能身上带着赃物，还没有来得及洗白或者存进箱子呀，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注意警卫的搜身。这里有一些小设定需要介绍给大家。一般来说呢，看门的警卫会比巡逻的警卫有更高概率在见到你的时候呢，对你进行要求搜身。如果你穿的比较邋遢破烂，但是呢带着价值比较高的首饰的时候，会增加警卫对你搜身的几率。穿着华丽骑着马呢，会降低警卫对你搜身的概率。如果被要求搜身了，你可以使用劝说呢混过去，也可以允许他搜身。但是如果你身上真的有赃物啊，被搜身的时候就会被发现，并且呢被记录罪名。所有赃物呢也会被没收，相当于白偷了。另一个呢就是不要把赃物穿在身上啊，不然这个衣服的原主人和警卫看到你呢，都会直接给你标记盗窃的罪名。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如果你不幸被标记上罪名了，该如何消除呢？这里呢同样也是分为2个途径啊，一个是正常途径。正常途径呢包括你可以跟这个警卫交涉劝说啊，让他不要去对你进行处罚，也可以呢是直接交罚款。当然了，如果你口才又不行，荣誉也不行，身上还没钱，那就只能选择受罚。The executioner will beat it out of you with a cane. 需要注意的是呢，无论你是交罚款还是选择受罚，包里的所有的赃物都会被没收。如果你选择受罚呢，那么你所受的刑罚就会跟你犯罪的恶劣程度有关了。如果是偷东西，比如说偷道具和偷马，那么呢就是被木枷夹头，示众3天。如果你是打人勒晕警卫，但是没有杀人啊，这个就是相对更重一点的刑罚，就会是皮鞭抽背。如果你是杀了人被击坠，那么呢就会被在脖子上烫下烙印。每一种刑罚过后呢，都会有很长时间的 debuff， 降低你的属性，并且啊，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是杀了人被烫下了烙印，在这个 debuff 消除的时间之内再次杀人被抓到，并且呢你没有能够让自己脱罪，这个时候啊你就会被吊死啊，直接游戏就结束了。所以呢这一点还是很需要去注意的。说完了正常的途径，我们来讲一讲非正常途径。这里呢我比较喜欢的操作是，我故意呢在既有我罪责的村子边缘游荡，然后呢找一个巡逻的警卫看四下无人的时候，故意让他发现我，然后呢一步步后退勾引他走到一个比较荒凉的地方，然后呢跟他对话。我可以选择呢先花钱抵消罪责，然后趁他回头把他直接击杀。
介绍了这么多，希望能对各位立志成为 Trotsky 道圣的好汉有所帮助。如果你喜欢这篇攻略呢，请一定记得点赞、订阅并且转发。我后面呢还会制作更多《天国拯救2》相关的攻略视频。本期视频也就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一期再见。 Surrender! We know how to make quick work of murderers here. Wait, let me explain. Talk then. That man wasn't of this world. What the hell do you mean? He was the spawn of Satan. He had red eyes and reeks of sulfur. Do you have any proof? Proof? Isn't what's going on around these parts proof enough? The devil and his henchmen are responsible for all this suffering. If I were to let him continue on his rampage, you'd all end up in the flames of hell. You, your family, everyone. If I were you, I'd call a priest quick to douse the body with holy water to stop the evil forces from jumping into someone else. All right, I'll do it. But you better be on your way. Let's not talk about this any longer.